天真的是民主的黑牢，想把黄旅关进去，是北检的决心，也是赖清德今天来追杀在野党一定要达到的目的。我想经过这一个礼拜，他们拼尽一切就是要羁押，然后全台大羁押。我们明天下午全民站出来，全民站出来，要找回台湾的民主。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给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6位康社社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李博义，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云夫，大家好；财经专家徐庆煌。吴告，大家好。好，那在明天，那国民党要在台北，然后召集了各方的人马，站独裁，站出来，所有这些。而在今天的时候，对凄风苦雨之下，黄绿锦如的家庭因为高院发回跟裁骂，而这一定都会影响到，包括不只是明天，甚或接下来428朱立伦要到就警局约谈 ，OK， 就因为417所有这样的一些事情，而这所有的氛围在汇集到现在，你看的话，包括罢团慢慢把所有的包括第二阶段那罢蓝委的那过的第二阶段慢慢的释出来，待会现场来宾也会告诉你大概评估起来，二阶段可能会过多少集，而重点是在3阶、4阶呢，国内整个政治的版图会因此或结构会因此会有任何一些的改变吗？庄家，在这个节骨眼开羁押庭。朱立伦对上午你看黄旅压线的时候到，然后朱立伦呢随后也到外面去，然后盛获就直接讲了台湾黑暗司法黑暗啊，所有这些显然这也是在明天要站出来的一个主轴。其实这个状况里面呢，明天426，那426今天呢，你就看到黄旅锦如，我们讲白一点，就叫很多时候呢，这叫借黄旅的人头一用，因为明天的动员。那明天呢？是我其实不太研究农民历啦，不过制作单位还是准备着的。对，明天据说是大凶之日，那确实里面讲起来了，整个明天的话，农历这个农民历都是不好的嘛，还要育女嫁3家，对不对？结婚要3次，对，很惨的样子。可是明天也凄风苦雨，但是气候好像气候大概也是跟今天的天气一样嘛，差不多，温度呢也不会太好，有这毛毛细雨，然后你要国民党动员的那些老人家。真的很辛苦我们当然知道最硬的行程就是台东嘛，对不对？24小时铁人行程，然后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明天这个时候黄旅今天的一个状况，对于国民党来讲，当然会强化国民党他们自己的内心里面的支持者的一个想法，就是被迫害，被政治上受到压力了，然后把说司法检调全部都摆在这个里头，对，摆在这里面嘛，所以连韩国瑜都讲3把刀了嘛，韩国瑜都把它算成是跟川普一样的等级，还有跟习近平一样的等级，3把刀，对不对？都把它算进去，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明天到底国民党人动员多少，情绪怎么样，气势怎么样，到底是凄风苦雨，还是让国民党有风雨生信心，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是明天的这个场景呢，我们也会看到的是，我们熟悉的国民党又回来了。为什么讲呢？因为国民党一向是这样子，当风雨危急的时候内斗内斗内行，内斗开始。现在还要斗什么？所以明天我们要看的就是那个是史诗级的画面了。余英时能够一举成名，成为史学家，鸿门宴做卫考。所以明天我们就看朱立伦站在哪里，韩国瑜站在哪里。卢秀燕怎么站？然后蒋万安怎么站？这个很像，所以明天大家会关注的重点，他们讲什么？我相信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但是谁先讲话，谁在哪里，讲多久？讲话之后下面的反应是什么？其实你会看到，就是等于是在面对这样一个国民党政治情势危机的时候。国民党领导层的重新洗牌，正在全力竞争。而在全力竞争里面呢，当然呢，朱立伦是一个众矢之的。然后蒋万安，不管大家对倒阁怎么样，蒋万安已经有一点点就是在关键时刻，能够振臂一呼，这样一个地位。那卢秀燕呢，先前的时候呢，有点当卢友仪，什么事情就呵做代志。但是呢，昨天的时候，中东锦已经帮他喊话了，然后卢秀燕也要动员65辆游览车，然后开始动员，展现他的力量。所以卢秀燕对，那当然还有一个人，韩国瑜又出来了，那真正的铁蓝，真正的深蓝。所以明天那个场景，
就变成是鸿门宴做卫考。我相信大家对于他们怎么站、怎么讲话、讲多久，下面的反应是什么，会是他们明天重点中的重点。然后当然还有一个人，就是黄国昌。如果站上去了，又会站上去吧？都已经请白银来源，然后白银的党主席来，怎么可能不站上去？而且黄国昌也就是他会代表民众党去，那民众党一定也会有一些支持群众在下面，所以黄国昌在明天这一局里面当然重要。对啊，所以黄国昌站上去之后，会不会像上次侯友宜在上次他们那个居住正义的场合里面，那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又是一个状况。然后你会看到国民党在面对这一波的时候也很有趣，因为呢，他们也知道黄国昌来，对于国民党来讲有一点点不怀好意嘛。可是呢，如果我用形容词的话，叫做宁愿黄鼠狼，也千万不要白狼，因为他们不准带那5星旗过来。对，所以其实国民党明天是一个关键转捩点，凄风苦雨还是风雨生信心，谁的信心还值得看。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我直接问一下，对你们现在整党的氛围是感觉上是非常的悲愤，然后因为朱立伦主席讲话已经非常重哦，最大在野党主席讲到这样，从台南、新北，然后台北、宜兰，今天宜兰包括也加了3个，是 OK， 所以你们现在整个觉得，如果再往下，可能往上就是到党中央吗？再来甚或整体会面临到严重点词叫团灭吗？你们觉得减掉在这里面，因为罗志祥讲的更重。他什么走狗打手什么都出来了，你们真的觉得是这样吗？我觉得对于这个联署书这个问题，我每一次上节目我讲的都是一样，标准就一致就好。有问题司法就办，依法处置，这个没有蓝绿的问题。但对于很多国民党的支持者而言，我老实说，他们真的觉得生气了，是真的生气了。以往是对国民党很生气，觉得怎么搞的联署会搞成这样子，一直被绿35-0的，对那个大家都惊讶错愕，对。愤怒，那时候愤怒不是对民进党愤怒，是对国民党愤怒，怎么会搞成这样子？但一路过来，你说抄了台南党部，抄了新北党部，抄了台北党部，主委进去可能搞了48个小时，然后现在又去弄了宜兰党部，包括了基隆，感觉起来要蓝绿平衡，结果检调去办的不是领衔人，检调是6点钟去按民众的门铃，等等的事情，我说实话。很多事情做过头了，是会造成反作用力，这个是很明显的事情。所以大家在讲明天426对于国民党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党主席下令，各县市党部下令，立法委员下令，动员来。大家知道动员不是像大家想的这么简单啊。碰到以前有些活动，如果同仁不是很想参加，我们还要拜托他来，因为不想参加这活动。但是我去问几位立委，这一次呢？这一次南部是。想要来找不到车啊，因为他们觉得已经被掐到这种程度，如果再不出来讲话的话，他们接下来不知道该怎么自处。所以我相信明天的动员状况一定好，人一定多，但天气可能会不好，所以我觉得民众要特别小心，不管是雨衣或什么保暖的东西，一定要带好。所以我只能讲，对国民党而言，当然主席讲得非常清楚嘛，民主悲哀，司法堕落。那对于蓝营的支持者而言，我相信看法是一样的。那对于绿营的人怎么想？我不表示意见，我相信他们的看法是截然不一样的。可是这份民调，大家就真的必须要来看一下赖清德总统的施政满意度。以前我相信，不管是绿营的人还是什么人，都说赖总统的满意度都在50成以上，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才时隔了从今年3月到4月1个月的时间喽，大家看一下，从51%多直接跌到44%呀，暴跌啊，暴跌了快7%呀。然后对于赖清德总统的不满意度，从32%直接暴升到39.9%，快40%，暴升了7.8%，一来一回差了快15%。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了的确现在罢免蓝营的立委很热，但会不会只是热在同温层里面？同温层非常高兴啊，觉得超国民党党部好爽啊！你看国民党全部都有问题，然后35-0好爽啊！台北市的5个立法委员通通都过2阶，好爽啊！但是中间选民爽吗？中间选民喜欢吗？我觉得正传媒的这份民调是讲得非常清楚，表示中间选民恐怕对于赖清德的做法是有疑虑的。因为要知道，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是大罢免的问题吗？还是对于美国高关税的问题？那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股票到现在上上下下，什么状况都不清楚。可是对于整个绿营的角度而言，好像已经忘记了关税这个事情，全部都锁定在所有大罢免上，而且不停的去抄国民党抄家灭族。
黄旅主委，台北市的国民党部主委，之前无保请回，法院当时给的理由是什么？完全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主委有去做所谓想要抄袭，或者是违法联署的事情。接下来，我个人认为，如果有证据，中央党部你就去搜啊，没有任何的意见。如果检调你真的觉得党主席朱立伦有问题，你去搜，其实都合理。但问题是，你的这种做法，如果到最后你完全找不出任何证据来的情况之下，你们民进党包括了所有绿营的那一些，之前一直在起哄，认为国民党就是乱七八糟，国民党就全部都是抄那群人，你该情何以堪？如果到最后你完全找不出任何证据来的情况之下，你们民进党包括了所有绿营的那一些，之前一直在起哄，认为国民党就是乱七八糟，国民党就全部都是抄那群人，你该情何以堪？你该如何自处？这变得非常的重要。有证据就办，有违法就抓，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从来不会包庇任何一个人。但如果真的是为了办而办，为了抓而抓，到最后的结果是你绿营，包括你的民调，包括你的民团，你必须要来承担的。现在过的是2阶联署，那不是最后的结果啊。你离3阶联署恐怕可能还有个2、3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你是否还能够这么的名正言顺，这么的高兴，这么的愉悦的来做罢免的动作？我非常的怀疑。尤其是现在青鸟，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惊讶。他们疯起来不只是对于蓝营或白营的攻击啊，风险是连陈水扁的攻击啊，对啊，连陈水扁都变成中共同路人啦。他说陈水扁是什么无耻啊？这个东西我不能够理解，难怪很多包括连王世坚坚哥都讲，如果绿营的某一些很同温层、很极端的人疯起来，连自己人都没办法接受他们的话语的建议的时候，那跟共产党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这边真的要呼吁，我也拜托那些民团，也包括民进党，恐怕要出来理性一点的呼吁。罢免是大家共同的权利，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当你的做法是已经让民众觉得心生畏惧，或者是有极大不满的时候，接下来你们要负担的后坐力，接下来你们要负担的一些民众的反噬，我觉得才是接下来你们必须要思考的地方。薛文有听到朱立伦今天上午直接讲刚才博弈讲的政治黑暗、司法堕落。然后，当然，黄鸿昌他们的那句名言，什么今日柯文哲，明日任何人，所有这些形塑的，就是反正现在检调都是为执政党，就一直在形塑这些是真的会产生一些发酵的作用嘛？尤其明天看起来是，好像国民党15路诸侯，大概全部都会各地方发动这些，所以这一仗对他们来说要形塑成，就是要感觉上好像民意如此，是这个样子吗？当然，你这样喊司法什么不公啦、办蓝不办绿，这个是要凝聚自己人，就蓝营要把自己人给扣住了啦。实际上，刚刚博弈讲的，有证据就办啊，然后就支持司法办。现在司法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那台湾如果说像朱立伦讲的什么什么政治黑暗、司法什么什么堕落，对，那是以前国民党时代。国民党时代真的这样子啦。你看现在每天可以骂赖清德，可以骂民进党，台湾很自由啊，你可以骂蔡英文啊，你也可以骂马英九，这是台湾的民主自由啊，独裁你可以这样每天骂啊，还要去围总统府，一面骂独裁，一面正在享受台湾的民主自由，这不是很奇怪、很矛盾吗？现在一个事实是，有人伪造文书，有死人签名，有人犯罪，这个是事实，只是你谁参与在这个犯罪里面？那司法就是在侦办这样子嘛，所以司法侦办的就是他会行使一些强制，行使他的强制权嘛，那收押也是嘛，那你说收押不成，那抗告，这个大律师在这边啊，这个在司法攻防上经常会发生的嘛。但是检察官要提示新的证据，你第一次被羁押被不准嘛，那你要再抗告发回，那你要提示新证据，还要再让法官看嘛。那台湾是一个这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我相信如果你现在整天就骂司法，你等于指控这些司法人员，检察官也好，法官也好，都是受民进党指挥的，都是听赖清德指挥的。他们现在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对，你就在侮辱这些司法官嘛，对不对？那你干脆把他名字喊出来，谁办案都有啊，对不？那你国民党，你敢这样吗？你就干脆
他不敢啊，他只敢骂赖清德啦。要不然你为什么不喊？现在那个案子是哪个法官？俊秀委员刚刚讲对不会。就当你们讲说司法堕落，然后意思我相信啦，意思就是刚才俊秀委员讲，好像减掉法官跟那个检察官都是为赖清德所用，然后所以才会一连串的那如火如荼这样一路这样烧下来。那如果照俊秀委员刚才的说法，意思就是说这些都是包括司法人员他们各自独立办，就你们喊这些的时候，包括不管是讲证据也好，或是你们是为什么会想到直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喊？我直接举个例吧，中选会公布了有几例可能有疑似联署有问题，大概41例，大家都记得。对，其中有15例是罢免那个蓝营的，15例罢免蓝营的，所以是民团发起罢免，对，民团发起罢免蓝营的15例。随便举其中这几例好了。之前3月底的时候有一例就是桃园的鲁明哲，当时就已经说检调中选会都说这个可能有问题，桃园地检署也说他封案侦办，到了现在。有没有人看过那案到结果到怎么样？领衔人有没有去被搜索他的家里？领衔人有没有去被搜索他的住处，包括他的办公室？没有，消失不见。后来呢？刚刚前面我也提到了，大家觉得蓝绿不平等，所以基隆就办了嘛。我们本来以为基隆办是去办什么？是去办民团的领衔人，他到底有没有联署有问题，包括死人联署的状况。就第一时间不是他第一时间去按民众的门铃的，问他说你联署有没有问题啊？早上6点钟按了100多位的民众啊。你告诉我这个是 OK 的，然后呢，立法委员就去问了这个法务部，为什么要这么早去办？他们理由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我们基隆人的习性，对，基隆人习性啊，很早就出门了，所以不在家，要早一点去。这个理由不笑话。然后更好笑的是，一般来讲，这种寄送通知书是用寄的嘛，继续给他，他有没有收到？再看回信嘛，没有基隆是怎么样做的？是派专人去送啊，不是说没有钱，还有时间、花人力、花金钱。然后派专人去送达每一位，你告诉我这个听起来不是觉得笑话？你不跟我说蓝绿标准是一致的，结果后来被骂完之后呢，才终于去找了所谓基隆的民团的领衔人，但是剩下的还有12位领衔人，你可以告诉我一下目前进度到哪里？我就只问这个问题，因为我新闻什么都没有看到，我看到国民党快被抄完了，国民党有的党部只要有罢免的，几乎都无一幸免。那如果你标准是一致的，为什么目前几乎全部看到都国民党被收？那你其他那些民团的到哪去了？我觉得检调出来说明嘛。现在国民党质疑的也是这个地方嘛。国民党不是说，我们包庇啊，这个联署签署没问题，没有人这样讲啊。我们只要求一个平等，你们也觉得不对？对嘛？当然不对嘛，这没有什么好说的。抄就是抄，查出来抓谁就抓谁，但公平跟力度一致才是我们主席讲的嘛。你司法要公平，要不然你告诉我。现在司法情何以堪？是不是真的沦为了好像是党中央、民进党执政党的手段跟工具？这才是我们怀疑的地方吗？第一个民团的无效，就是说联署无效，那无效有很多种样态，所以你国民党要先搞清楚，他这些第一个他比例都很低了，都是那1%、2%的。那国民党这里有40%的，台南我的是你的多少30几%，30几%都是无效。那无效里面有很多种嘛，有的是什么户籍不对啦，或者是你名字。我刚刚讲的是说死亡联署，那个41例都是死亡联署的。那你死亡联署来比的话，现在民团的死亡联署10几个人，12左右，12个人，全国12个，国民党死了1900多，1900多个人，所以你比例差那么多，对不对？那要查当然可以查，同样的道理嘛，就是又不是只有我犯罪，别人犯罪你们怎么不抓？很多人是这种心态嘛，又不是只有我闯红灯啊，别人也闯红灯嘛。所以国民党出发点大概就是这样子嘛。那你应该要求司法去侦办那些。可是国民党现在讲的不是这样子，他就说你们这些都是赖清德指挥的，你们这些检察官、法官都是民进党，都是听民进党指挥的。你现在指控就是这样子，那把他名字公布嘛，那有法官啊，有检察官，你把他公布嘛，对不对？那你要不要看国民党的支持度现在剩多少？国民党支持度会掉，我觉得跟之前35:0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中间选民都跑光了，真的啦，连我们支持者都受不了啦。所以，但问题是，那赖清德要掉，我觉得民党比较正视这个问题嘛。如果是你讲的，大家都觉得司法是公平的，只是因为国民党比例特别高，所以呢要先办国民党，那民团比例低，少办
民团，那为什么会短短1个月之内？那个正传媒民调里面，赖清德调是因为对于关税处理不满意，而是对于处理40%多不满意。我跟你讲，对，他是前后有题目的啦。这个，我待会那个我们应该正团美送一份完整的给博弈看一下，因为关税战打过来，很多人担心未来的经济发展，再加上这几天股市狂掉这样子，当然会怪总统嘛。待会那个我们应该正团美送一份完整的给博弈看一下，因为关税战打过来，很多人担心未来的经济发展，再加上这几天股市狂掉这样子，当然会怪总统嘛。你现在把它扯到大罢免啊，完全赖清德支持度掉，就是因为没有，我一定有相对关系啊，我不会说全部都跟他，但是对于整个赖清德状况而言，你为什么不说没有大罢免，赖清德掉更多？因为赖清德处理不了关税的问题是这个意思吗？那我就不知道。意思就是说，民调各自解读。对啊，我不敢说。对，只不过博弈讲的啊，有犯罪就办。那现在司法单位正在做博弈讲的事情，只是他要查到底牵扯到谁，到什么程度，到什么程度嘛？你现在要担心的是那些有被请去问话的人，那他们怎么讲？那因为那些都国民党的党工嘛，那些可能就是执行写联署书的人嘛，那他们怎么去跟检察官讲？那到底有没有人支持他？如果他们讲的都是没有啊，我自己拿名册，我自己抄我混嘛，你管我啊？那这样的话恐怕就没什么。如果他讲的不是这样子，那他如果讲的是对，就上面教我，他拿名册给我，叫我照抄不管人死了没有，你就给我抄，所以应该是到时候这些相关的笔录也会公布嘛，因为律师你知道嘛，所以会不会起诉或者是说他侦办的状况如何？第一个你要收押没那么容易，你要给提示证据给法官看嘛。那你以后起诉的话，那这些相关人他们的在这个整个就伪造的过程里面扮演什么角色？有没有受到人家的指使？那是不是系统性的犯罪？这个一定必须公布让外界了解。对啊，都好，来这个就要先问一下，司法跑了这么多年，你听到莱茵，包括博弈讲的，应该就是在明天可以听得到所有的一些的诉求，好不好？司法跑了这么久，所以第一个，因为黄旅有人把黄旅这个例子，尤其民众党。一定会把黄旅这个例子跟柯文哲主席，因为他第一次也是5包请回嘛，然后后来高院发回跟裁嘛。OK， 好，那先不讲后续，可是光这个样子就让很多不管莱茵的啦、圣或白银会有所谓的既视感。怎么会这样？那博弈刚才讲那些讲说，你们真的有认真在半蓝半绿都这个样吗？你自己怎么看？而看起来这个火烧连环，一路国民党党部处理罢免的很多地方党部啊，是还要再一路往下甚或往上烧吗？会不会往上不知道，但是有2个地方还没动一个是原住民，吴丽华好像是最高的189个死亡连数那还有陈颖好像是180个，是不是？还是100，也是180。2个原住民委员。原住民，因为原住民国民党没有原住民党部嘛。所以那个如果那是要由哪里来发动？我知道也是系属在台北地检署但如果原住民联署的那3000多份如果又跟这个党员名册是相关的话，就不晓得要收什么党部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台中看起来好像没有要收党部，因为台中要罢免民进党的这个何清纯跟蔡其昌这2个死亡连数也都很高。我凭印象啦，不是没有点没把握，好像2个也都破100。那蔡其昌的那个比例好像听说也很高。那如果又是跟超党员名册，就很容易要收党部。这2个还没有。可是莱茵现在就是在讲说，你们干嘛没事都要收党部？因为党员名册不去？对，党员名册。好，那我们党员一定有啊，这题一定收党员名册。反过来讲，这个罢国民党的公民团体嘛，如果他送交的这个联署书是民进党党员名册，恭喜，一定收因为党员名册会在哪里？党部吧。就是说你的联署书的
名单从哪里来？如果来自于党员名册，博弈让我讲，我知道。如果你来自于党名册，我就会考虑党部。如果我的联署书的名单不是民进党党部，不是民进党党员出来联署，就也许有民进党党员去街头联署，但是以罢团为主的话，对，但是我如果是按照民进党党员名册下去抄，冒名牵险，不管是不是死亡联署，那我当然我要去看去搜民进党党部啊，因为党部才会有名册嘛，谁会有名册？名册会外流嘛，所以这是这两个团体哈，罢蓝罢绿两个团体，现在看起来会有一个基本的不一样。第二个，都好这样。所以你刚刚讲是这样的，给名册就算有党，不管任何一个政党，给名册不是最大的问题，是抄名册，对，是抄名册，没错，或是出现了很多不合理的，包括无效的，是包括死亡的。那就会变成回头一路这样查，因为我就会问你名册哪里来嘛，因为党部会有嘛，罢团嘛，那中间的连结是什么 ？OK， 好，第二个一定要注意的哈，千万不要，因为我们好不容易修了选罢法，手机大部分国民党的党部干部会被收押的原因是因为灭证，不是串证哦，串证还不是主要原因哦，因为被告之间彼此互相说谎，合理的嘛。但是你如果删手机赖群组，因为这些人都是负责执行的，不管你到底最后有罪没罪，在侦查阶段，法官很容易觉得你删群组是灭证行为，就压了。所以利用这个会科普一下哈，就是说，在这种搞这种各种联署啦，我们有公民联署哈，那我们一直很困扰的就是有幽灵联署这件事情。去年国民党跟台湾民众党花了很大的力气，在立法院打了好几架，终于单独修了98之2。就是说你只要死亡，就是我们叫冒名联署。对，死亡联署跟伪造联署都是冒名联署，就是要5年以下。单独列出。你做了这么大，花了那么大力气做这件事情，就不要再搞。好，那如果你真的要搞这个事情，不要被抓到，不要被收押。怎么样可以不要被收押？有事情见面谈，不要写在群组里面。不是，你现在在教，你现在是在教。我很同情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没有教好他的干部。这样子，博弈他教干部要教这个吗？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教青年法治，不要违法，不是不要再解释。国民党说司法变成政治的工具，赖清德独裁，拿国家机器迫害国民党啊。那国民党怎么避免迫害？不要用群组，有事直接见面讲。飞鸽传书，飞鸽传书很难养，不是，鸽子有的时候会迷路，然后万一飞到地检署，那完了，那就变投案了，好不好？好吧，但是严肃一点讲，就说因为这1年来的国会纷纷扰扰，打了那么多架 ，OK， 所以国民党花了大力修那个法，然后你最后你还在犯同样的错误，我不晓得你们干嘛，那对国民党讲，黄锦如是一个支点，就不管喜不喜欢，有没有道理，合不合理都不重要，因为已经进入到实质的政治对抗。OK， 黄锦如对国民党提振士气是个支点。因为已经进入到实质的政治对抗。OK， 黄锦如对国民党提振士气是个支点。我要用这个民调跟大家讲，这个也是正传媒做的，啊，直接看最上面这个，就是罢免民进党跟罢免国民党的时候的出席的意愿，啊，罢免民进党会去投票的23.8%，那罢免民进党会投反对票的，也就是说你要罢免民进党。但是他要去投反民调，等于他要保民进党的29%，这个是国民党以罢制罢的危机。就你的罢免动能，低于人家反对罢。好，那公民团体现在民进党也站出来要支持罢免民进党国民党嘛，要会去投罢免票的，就是罢国民党的33.3%，超过25%，已经超过了门槛。那国民党要去反罢免的只有24.5%，国民党问题是在这里啊，投票率。好，
那我为什么讲黄旅是一个支点？上个月，正传媒也做了这个事情，黄旅的事情呢，就是或者是我们讲一连串收手国民党党部呢，对国民党的动员，有帮助，有帮助，多了5%，因为上个月的国民党没有那么多 ，OK，那因为川普因为这方面或者国民党的反制有没有效，不知道啊，到底是川普的因素比较大，还是这个国民党的宣传有效？要去投这个罢免国民党的有下降一点，少了1.5，好，少了1.5。可是这是讲国民党这一块，就国民党的动能，因为国民党现在很闷嘛，他有个情绪嘛，凡情绪必找出口，所以黄旅这个事情有让他动出来，多了5%，可是黄旅这个支点足不足以整个推翻大罢免？不知道，然后呢，罢免国民党的罢团，最近开始在做冲刺，那个冲刺连国民党自己都帮忙，当然他也可能是借机要做危机动员，国民党自己评估自己的危险的，从叶元之、徐小新、李彦秀、涂全吉加骆廷伟，很有趣，台北、新北、桃园、台中都有，对，就是国民党自己放消息说我们有5个很危险。这个危险是说是3阶哈，已经不是在讲2阶了，事实上这个是落后指标。我个人认为，目前台北市领先的应该是王宏威。来，尚公，在回答问题以前，先让你看一下，因为包括朱立伦，包括韩国瑜，我们刚刚讲，除了国民党15路诸侯以外，党主席，国民党在政坛现在最高位阶应该算是立法院长韩国瑜，都已经韩国瑜今天还在媒体上讲了3把刀嘛。对吧 ？OK， 好，先让观众朋友跟尚公来先看一下。那他们讲到战独裁这一块，那再听看尚公怎么说。来，赖清德指使这些各地的地检署强力的侦办国民党，这就是当今台湾民主的悲哀，司法的堕落。大家明天下午一定要站出来，不站出来，将来台湾民主就灭亡了。2300万台湾同胞啊，脑袋上现在悬了3支箭：关税刀、军演刀跟罢免刀，让台湾各行各业可以说忧心忡忡。只有一个政党的声音，只有一个政党的执政，没有制衡的力量，这个对台湾民主来说是重大伤害。所以明天4月26号，呼吁所有台湾人民热爱民主的、关心台湾前途的好朋友，一起上凯达格兰大道。好，那待会儿娟伟有听到吗？刚才朱立伦讲的，我重复一次他讲的头几个字：赖清德指使各地检调。OK，张光，第一个，国民党主席直接点名了说，也没有隐晦的哦，用指使2个字。然后刚才东豪讲说，黄吕锦如可能某种程度会扮演一个支点的一个角色，那个支点是要怎么样去让整个大罢免的氛围？因为前面一直都觉得国民党很微、很弱、很什么什么，难道真的要用黄吕的方式能够把这个氛围改得过来吗？明天这一仗，你刚刚看到朱立伦讲的、韩国瑜讲的，各路诸侯每个都讲了一些的话，他真的能够在这整个氛围里面扮演什么样一些角色？我觉得第一件事情，这一场活动是办给谁？这最终目的嘛，这一场活动是办给中间选民呢，还是深蓝里面、蓝营基本盘里面看？那当然，这一场是4月17号在北检，朱立伦说426上凯道路权正在申请中。这是4月17号喊出来的嘛？4月17号喊出来，你就看到4月18号，江俊廷就开始联络周瑜修要见面。那你看黄国昌之前也说，国民党秘书长有打电话来邀请。然后4月22号见面，那个朱立伦又邀请。那整个氛围里面，朱立伦把426当作一个蓝营基本盘以及跟白营合作的一个场面。一个场面。
那当然，你说也邀请了马英九、韩国瑜、王金平各路诸侯来啊。当然，里面看到的重点当然是韩国瑜。就韩国瑜号召，其实基本上可以多个3-4千人，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韩粉嘛，韩粉嘛，哈。所以他是一个等于说是深蓝或是比较蓝的精神领袖。韩国瑜刚才那段话算是穿云箭，对，就是号召大家一起来嘛，哈。那当然他是不用动游览车了，哈，因为他的韩粉直接叫着就来了，哈，很多人会为着他而去嘛，哈。所以韩国瑜的讲话，无论内容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动员的意义嘛，当然这一场是从17号黄旅锦如被收手被约谈开始嘛，好，声押开始嘛，那当然你回过头来看，从19-0赵少康的脸书，没看过这么软弱的在野党。从王宏威说党部要负责，不要找失败的借口开始，一直到35-0。朱立伦简直变猪头，被骂的臭头嘛。不止他啊，全党上下都是嘛，都被骂的跟臭头，真的就全部被骂。当然，朱立伦是党主席，当然他受到的攻击会比较大嘛。然后一路下来，一直到4月14号是青年军被约谈嘛。15号就是新北嘛。新北被搜索嘛。你回过头来再看新北搜索的时候，赵少康又讲话，不要只会口头抗议，带着党团干部跟立委到法务部静坐，一直到17号搜索党部的时候，这个朱立伦出现，朱立伦出现，那我常笑一件事嘛，朱立伦经常误点，你看关税，第一时间传出来的是。张善政呢？蒋万安通电话嘛，要北基桃平台要开会嘛，哈。然后传出来以后呢，整个在运作过程当中，党部没有，我们也要做，结果没想到是4月7号，卢县委员蹦一个跟7个县市长直接视讯就先开了，4月9号北基桃，4月10号，就变朱立伦。你看那个县市长在约平台要讨论的时候，朱立伦又迟到。4月10号，就变朱立伦。你看那个县市长在约平台要讨论的时候。朱立伦又迟到，又晚到，然后你看，赵少康说要静坐抗议，不要口头。4月17号又迟到，然后4月18号联络这个民众党每次迟到总要赶路程嘛，所以找人来加油嘛，所以找了黄国昌来嘛。那4月26号呢？其实大家都说是一个蓝营的宣泄口，其实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解读是朱立伦把所有的矛头对准党中央的时候，这个宣泄口转嫁到426去。如果他不办426，你说接下来还是不是会被骂的臭头？所以他是一个转嫁的出口的转嫁，太极的动作。对啊，推手。如果我不办，可能全部是冲着我党中央，你没能，你无能，你现阶段还是35-0讲的这么义愤填膺，到你口中讲的好像就是要把对自己的不利一推2、5、6的感觉。人家伯义刚讲这么义愤填膺，我们没有这么政治化，我们真的是你们受不了，你们党部里面绝对有人政治化，你绝对相信。但是你不政治化，好吧？我们不敢翻，我们不政治化，好吧？我们是为了司法不公，我们站出来的。你从头也是这样讲，你从头去看一件事嘛。4月14、4月15、4月17上凯道，4月18约黄国昌去党团说罢那个倒阁是选项，然后4月17号的时候第一个喊倒阁是蒋万安等等，一路下来，你说
朱立伦党部在思考什么？在思考什么嘛？啊，一定是思考的是，被骂的臭头以后，中央的领导以及朱立伦的地位问题等等，一路下来办426嘛。这一连串下来的思考嘛，不会单纯的只有426归426，去那个北检归北检，然后被骂归被骂，不会是这样的吧？党部里面难道朱立伦的幕僚都不在思考事情的？所以一路走到现在，其实426跟419拼场子，我觉得没什么好拼的。一个动员跟一个不是动员的有什么好拼的？对，你说选前之夜，总统选前之夜，大家拼动员，大家来拼场子，那个还有的比较嘛？我不承认，你这个时候如果连动员都没有，你觉得就完蛋了？就完了，好不好？不管怎么讲，好，场面一定要比419大。动员动的再多，那是其次问题。你说5万比10万，一个动员一个不动员的，那你说拿动员的10万比5万，我觉得也没什么好比的，有意义吗？反正最后开票我是10万，就比5万多。活络经济也10万人要2500辆浏览车，我觉得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啊。我觉得动员可以啦，我觉得好，动员可以啦。到最后大家数游览车车辆都可以，这个没问题。对，代表了中南部想要参与北部活动的意愿。好，不要游览车到最后没地方停，活动结束的时候人还没进去。好，这个啊。所以你说这一场办完了，只回头问一句话，然后呢？重点是然后呢？你办完了结束了吗？然后违纪还在？你看，当然还在啊。你看霸团419办完了以后，你看各地还是在办活动哦，在办活动哦。那现在就问426，然后呢？然后呢？我们3月20号。办宣讲100场，结果那一天我去算了一下，个位数就结束了。100场在哪里？那你人家朱立伦还推2个公投为了2个公投，立法院又打2个公投，来，我再问一次，是哪2个？记不记得名字？一个是反 face 啊，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什么？你看吧，反戒严。你看吧，你看吧，你就博弈，不是，我们毕竟不是比较偏远的人，好不好？对，我们的重心是在保护为了2个公投，立法院又瘫痪好几次。我再问一下，你还问？4月18号，立法院蓝白联手，又把2个公投送到了逕付2读，是哪2个？不是刚才2个吗？对啊，不在籍投票跟核3重启啊。好吧，这我真的不知道。对，4月18号啊，表决逕付2读啊。那黑了黄国昌他们提的。对啊，民众党提的啊，国民党支持啊，勉强可以原谅。然后3月25号，这个我太过分了，民众党问我，他知道是你们支持啊，不然怎么可以逕付2读？不是我们提的，害我下一身冷汗。怎么又提2个？不然你们支持，你们支持啊，不然怎么逕付2读？那你为什么要帮他？他们讲贵党全部支持。对啊，那3月25号我就不清楚了。3月25号你们提了2个，民众党也支持啊。OK，所以你说到最后，两边都有投公投，两边都在推公投，结果4月22号2个峰会有谈如何继续推动公投吗？没有，这个我要借用这个陈辉文。他叫做司法互助。这个国民党支持这个民众党的柯文哲，民众党支持国民党的幽灵联署，好不好？我不要用死亡联署，好不好？这是国民党跟民众党蓝白的司法互助。辉文果然是资深记者，太厉害了啊！那你今天走到这一步，其实套一句那个赵少康评论4月22号见面。有提出什么反制策略吗？那一样426后呢？426之后呢？要做什么？那你刚才说正传媒的民调啊，今天讲一句最白一点的话，刚才的解释不通哦，因为正传媒分了2个部分哦。赖政府对关税的因应你满不满意，跟赖清德的满意度，它是两个题目哦。2个题目哦，那关税的满意度呢？关税满意度其实蛮低的哦，30几%而已哦，不满意度是40几%，接近50%。你从这一个问题反射到赖清德的满意度会下滑，跟关税一定有关系。
你再反射到政党的支持度，民进党下滑3.多%。其实某种上它是一致性的哦，它是有关联性的。你从这个数据看，你可以看到啊，其实关税会不会影响罢免？会哦，投票它是会的，尤其7月左右，7月9号，差不多7月9号的那个时间点，对，90天到了嘛，对啊。然后不是最麻烦的是3个礼拜后，川普又说有新关税，对啊，要重新整理。所以你看，川普一直在变。那这边的因应哦，这边的因应哦，现阶段你看到日本2次开始要谈判，台湾呢 ，OK， 台湾呢，所以一路下来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就用震传媒的民调来说，其实赞成罢免其实是有往下滑，是有往下滑的哦，不赞成的是略微上升哦，那。对社会上面的影响真的有多大？当然，你说国民党喊司法有没有用？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对中间选民看完了，觉得我不想出来投票。他是对中间选民或多或少对于那个投票意愿上面是多多少少会有影响的。OK。对中间选民或多或少，对于那个投票意愿上面是多多少少会有影响的。OK， 它是会有影响的，它不是全然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是426最麻烦的一件事是什么？以后呢？不是战独裁反绿共。好，他跟朱立伦跟黄国昌见面的时候，不是只有反绿共啊，还有反红共哦，反红共哦，那。大家就开始一个问号啊！军演的时候，夏立言在哪里？不是在大陆吗？啊，你现在战独裁反绿共的时候，请问一下啊，你们副主席在哪里？然后刚从北京回来啊，然后后面接着是你们的前行政院院长跟你们的智库，当时国民党智库的执行长还董事长刘兆玄在大陆哦。然后最麻烦的一件事，426突然看到了马英九，两岸关系我们必须相信习近平的人。那你到底策略上到底是要摆脱你们亲共，还是要告诉大家你们依然在亲共？好，那这整个来看的话，就回到另外一个就是青华。每一份民调，当然你说它的综合性会非常多，高高低低的那个过程，可是现在看起来，眼下大家看到霸团在刚讲419完了以后，接下来在这个礼拜3还是礼拜4，曹庆成他们不是开了一个记者会，就是公布，大家都知道那个记者会就是要先排啦，就是小新那一区会不会过，或者其他那些，曹庆成正式讲说，民进党是不是应该要来当霸团的侧翼？因为要公开透明，需要很多什么类似这些。可是这个包括你看到419跟426，我讲你要用什么去感动人心很重要吧？对，霸团一直不断的，最近你看到要讲的是说，当中华民国国旗跟台独旗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当很多不同的理念可以在同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不管彼此喜不喜欢，但最起码某种程度是在一起。那明天426呢？就是刚刚上公讲的。国民党要用什么样的口号去感动，让老百姓要愿意站出来？他们讲的包括反独裁站出来，或是说对于这个罢免，要能够对他们面临到罢免危机的人有所支持。我看到国民党的口号是连口号都没有办法整合啊！你看黄国昌跟朱立伦谈的那一天叫做战独裁啊，但是当卢秀燕决定要参加的时候叫做拼经济啊，所以你会发现大家连口号都不统一啊。然后小草们有小草们的主张啊，小草们就说他们要这个3分反绿，然后7分发展啊，
然后说这个要利用这个活动呢当做壮大自己的过程嘛，所以呢这个只要国民党人上去，他们就虚。然后只要是黄国昌上去，他们就欢声雷动，这小草的说法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家诉求不一样嘛，就是你有人要战独裁，你有人要拼经济，然后你有人要发展自己嘛。所以大家的这个诉求没有整合啊。所以我有人很好奇一件事嘛，就到现场去的时候，小草们会做的举动，请问国民党是不是100%能掌握？因为什么？因为之前发生过啊。上次的，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之前为了居住正义的那一场，侯友宜去了，柯文哲去了，郭台铭去了，小草们遇到3个的反应就是不一样嘛。只要是郭台铭上去的鼓手欢声雷动，柯文哲上去欢声雷动，侯友宜上去的虚嘛。所以你怎么知道小草会做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讲，这明天那场活动啊，光是整合口号都不容易了，何况你还要感动人心。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刚刚我一直在听在那个关于这个死亡联署啦，然后这一切的政治对抗的过程，好。我们把事实的部分跟政治对抗的部分稍微做一下区隔，因为政治对抗的部分，像在今天啊，这个朱立伦已经带着国民党的立委，然后到这个北院去了。对，带去的过程里面也经过了一番很有趣的交锋啊。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呢是刘彩薇台北市议员去的时候呢，警方挡下来了之后呢，这个刘彩薇跟警方在前面对峙的时候，赖士葆从里面走出来，然后呢，大家就想说赖士葆怎么进去了？赖士葆说我就这样进来的啊，所以他就在里面啊。这是第一波，然后呢，就后来啊，这个第2波的时候呢，这个朱立伦带着李彦秀他们几个到了，带罗志祥他们到了之后呢，也被这个警方给挡下来。警方拿着管制单告诉他们说，今天有情资，所以要把你们挡在栅栏的外面。结果呢，你知道又有人走出来了，谁走出来？徐巧芯又走出来了，然后呢，就形成栅栏里面徐巧芯，栅栏外面是朱立伦跟其他几个台北市的那个立法委员，所以出现两边的状况。然后大家那个媒体当然就问徐巧芯，你是怎么进去的？他说旁边有路，我就这样进来了啊，开着就进去了，然后就出现栅栏里面跟栅栏外面两边在对峙的状况。然后当然了，他们的诉求是一致的。这个徐巧芯在现场喊的就是黄旅主委加油哦，所以现场最重要的时候，他还是要声援这个黄旅锦如啦。只是说这个在我们在看，这都是属于政治上的动作，所以政治上的动作呢，你就先把它放到一边去。我们还是要看这整个事情，因为这整个事情的部分呢，你看哦，其实他讲了这个整个国民党呢，从不管台北市党部、台南市党部，还是新北市党部，乃至于到这个宜兰县党部，谈的都是同一件，都是两个法，一个是伪造文书，然后一个就是个资法，这两个都是5年以下，5年以下。怎么看，这都不是属于轻罪的范围，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这2天有国民党人在解释的是说，这是个很轻的罪啦，不需要去羁押啦，也不需要搜索，这就让人家听了我听了我是觉得很奇怪啦，就是涉及到伪造文书，又涉及到这个羁押，然后又涉及到这个资的部分。为什么我这样讲？我给各位看一下啊，这个我们只是用一般的上市柜常看到的事情叫做掏空啊，然后伪造文书。然后这个诈贷，好，你知道这几件事情都跟伪造文书有关，这几件事情也跟诈欺有关。普通诈欺是5年以下哈，这个伪造文书、伪造私文书呢也是5年以下哈。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一个哈，这个是一个标准的这个未上市公司股票，他伪造文书，然后卖未上市公司股票骗了8000万，这3个人也都被羁押，所以千万不要再说伪造文书不会碰到羁押了哈。伪造文书跟其他的罪在一起的时候，也会遇到羁押的状况，这是第一个要讲的。那这一边是给大家看什么呢？这是另外一个啊，因为这次国民党也泄露到个资的部分，因为那一些亡者、往生者，他绝对没有授权你可以把他的名字写到上面去，资料写到上面去，甚至代替他签名，绝对没有这回事。因为一定没有经过法规，他没有经过法规，或者没有经过关落音的，也不行，或者也没有经过关落音的程序啊，也没有，因为这是国民党，这是青年局自己讲到的嘛，说他们不会关落音嘛，所以一定没有这程序嘛。所以呢，你看哦，小小的法条把它列在这边给各位看，这也是5年以下，个资的部分也是5年以下，伪造文书也是5年以下。那为什么我要把这一个新闻给大家看呢？这个新闻是新北市2个警察哦，把死者就往生者过世的个资泄露给殡葬业者。为什么？因为有配合的殡葬业者，第一个得到消息的时候，最快我就可以处理这个往生者，我可以去处理他的大体，然后想办法去做后事的处理安排。所以等于说，这个警方等于把这消息泄给业者这件事情呢，这个就造成泄露个资的问题。然后呢，业者里面有交保的，有收押的，请问是为什么？啊，一定是担心出去会不会有串证的问题嘛？所以这个
涉及到要不要搜索，或是涉及到这个要不要羁押，这都跟他会不会逃亡啦，有没有串证啊，跟本案其实都是有关系的。所以不要再说这个涉及到个资啊小罪，这个为什么要搜索？没这回事。为什么要羁押？也没这回事。涉及到个资的也有羁押的，涉及到伪造文书跟诈欺的也是有羁押的，所以这些都是有的。所以呢，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在看这案子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就好像遇到政治案件的时候，我们好像在民间的一般看到的案子，好像都走样了，很奇怪。那再给各位看，这个也是一样，这个还是一家更大的公司涉及到诈贷案。那它的诈贷是怎么样呢？就是它的董事长跟总经理联手做什么呢？做假交易的记录，拿去跟银行去做贷款。所以呢，这过程中也是伪造文书，过程中去跟银行去做这个贷款贷出来的动作。所以呢，也一样遇到申请羁押的情况。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民间其实这些事情都很常发生，只是国民党这次的做法是，你等于是拿这个去在伪造文书是用在联署的部分，然后你等于是这个资料等于是拿去的过程里面，其实就是像骗中选会跟选务机关要执行罢免这一件事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整件事情大家看起来的时候，来你看这个东西就出来了，有人就做了这张图出来了，这个是民间台湾 Action 做的最新的一支影片。那这影片呢，我们让大家快速的比较快抓到重点，他就是在讲说罢免联署书其中这个一个人讲出来罢免联署书，另外一个人跟他说：“这样他干单，你自己把资料抄一抄，连我阿公阿嬷阿祖的都顺便给你抄。”然后另外一个人跟他说：“千万不可，这是违法的行为，这是犯法的行为。”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台湾 Action 也把整件国民党这些事情呢做成的这个影片里面，让它在传播。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让大家看到说，其实，在违法的这部分呢，其实你就一般人来看这个部分就像我们刚才讨论民调一样，我觉得国民党的案件呢，影响的是深蓝的这些选民，影响的不是中间选民。中间选民其实还是在看经济影响比较大，看关税影响比较大，看每天的股票数字跳动比较大，就好像今天的股票数字，我有好几个朋友呢，这个传讯息告诉我是说，我的股票回到我之前的价格了，回到川普关税战之前的价格有涨回来了。现在大家在看什么时候可以回到2万点之上，这个就是标准的中间选民跟经济选民在看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的事情是属于政治行为，在政治的这一块圈圈里面。好，那在关键来了。第3件我要谈的事情是说，你知道今天等于是台中的那个罢免的团体，他们在公布他们所收到的份数就这么刚好今天丢出了一个神秘的数字呢，这不知道跟国民党明天的活动到底有没有关系？你知道这个今天从这个台中的选区呢，因为大家关注有3个选区，第一个是这个罗廷伟的选区，第二个是这个廖伟翔的选区，第3个呢是黄建豪的选区，因为这3个被罢免可能性是最高的，而黄建豪的选区他的选区为什么大家当作观察指标？是因为他的选区是卢秀燕市长的大本镇北区跟台中市北区跟北屯区，所以呢，今天罢团在公布的时候呢，公布出来的数字，好，我们给大家看这数字里面公布出来的数字，黄建豪断剑行动的罢团公布的数字是联署份数44426份，44426国民党的活动那一天，罗廷伟讲得很大声，426卡出来，426卡出来。这个426卡出来，现在前面再加2个444所以今天很多罢团都在说44426，看起来呢，这个有某种神秘的预兆在里面。但这个数字我们不这样讲，撇开有没有神秘的预兆预告这个明天的事情，因为大家会觉得这个有趣是有趣在第一个。这个卢市长是等于宣布要参加明天的426，他宣布要参加明天的426，结果在他的大本镇的区域呢，联署的分数就到44426上面，很显然这个罢团的人大概也觉得这对卢市长来讲不是一个很吉利的数字。那第二个，这个数字已经达到这个选区的120%。就等于他本来要10%嘛，他已经过了20%，然后他们现在要往5万份的这个联署数字去，往联署数字去达到5万份的时候，他们要去支援其他的这个台中部的选区。所以呢，这个他同时又发表说，这个另外一个在罗廷伟的选区也是要在往上再拼4万份，然后呢，这个另外廖伟翔的选区呢也是达到了这个相当的份数，所以这些都让你看得出来说，这整个大罢免的气氛呢，其实对，就是他或许就是有一些中间选民，我不知道会不会受到这个国民党的这么激烈动作的影响，但至少现在看起来，公民团体的大罢免的行动是没有停下来的。而且，我们刚刚讲到死亡联署，这个还是要讲一下。这个死亡联署呢，这个数字，第一，再跟各位报告一次，1923对12，这数字差很多这个罢蓝跟罢绿数字都差很多。那你知道，在罢团这一边，他们发生的状况是，就是因为这几天的死亡联署事件闹很凶，所以你知道现在的状况是有这个联署罢免的。这个人过世后，
家里的成员，我知道好像是台中的霸团打电话给这个霸团，然后跟他们说，因为我父亲过世了，那怕造成你们的困扰，所以这份联署书我们希望就是你把它给这个销毁，就你们把它销毁，然后免得造成你们后续的困扰。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说，在真的在出来联署的这些过程，然后跟真的出来联署的这些人，这些发生的，刚刚武哥讲到会有哪些比较正面的故事？其实，在那个很大的我们看到的所谓的台派、中华民国派这些不同的国家主张的人，大家可以意见汇流在一起参加活动之外，在这下面是有很多你看到这些霸团的小故事。那我最后讲一个小故事哦，就是我上个礼拜啊，刚好有一个这个场合跟这个双北的霸团然后见面，然后在那记者会里面，在他们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呢，你知道很有趣啊，就有很多大安区的这个长辈，然后到现场去，那长辈其实手都已经这个就在写字的时候会有点抖。结果你知道是这些年轻人就是帮长辈把他手扶正，然后让他坐下来，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把它写完，而且要写在格子里面，签完他的名字。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公民团体在面对罢免的时候，他们是用这种态度。结果你知道是这些年轻人就是帮长辈把他手扶正，然后让他坐下来，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把它写完，而且要写在格子里面，签完他的名字。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公民团体在面对罢免的时候，他们是用这种态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这个，我觉得不是司法办蓝不办绿的问题，而是这个死亡人数呢，1923对12，基数本身就相差非常大。OK， 来建伟。第一个，我看朱立伦办这场活动，你看他最近几天的发言，跟上个礼拜之前比差很多啊。朱立伦变一个人，讲话都非常的凶狠，我认为是他的党主席位置非常危险。朱立伦要连任恐怕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国民党内啦，这个反朱的势力现在造反有理，因为大罢免给他们一个集结的理由，就觉得你无能，所以朱立伦办这场大游行，他不得不办，否则他这个党主席位置我现在看起来岌岌可危。因为朱立伦感受到了，他的首都的主委都被收押了，那党主席他一定要采取某种程度，那至少战斗人就不放过你，对不对？之前不是叫你去那边静坐吗？现在可能叫你去那边切腹这样就会叫你用更激烈的手段嘛。那况且，明天这个礼拜天这个场子对朱立伦来讲也很危险但他不得不拼。为什么危险？第一，谁的掌声最多嘛？对不对？比人气嘛。第二，你上去会不会下面虚？对不对？对不对？会不会卢秀燕埋伏人在下面给你虚嘛？我猜了，对不对？喊你下台，喊你无能嘛，对不对？再来。要去以前，苗栗县长已经讲话了，对不对？9成的高雄还弄机器议长卢秀燕，正副议长，对不对？这个倒朱已经非常明显，所以大罢免也给国民党内反朱的势力一个集结造反的一个理由，就你朱立伦无能，对不对？第一个本来是35-0那你现在要来罢免绿委，要搞到一堆人被收押，虽然嘴巴要讲赖清德指挥的，是民进党还。但是表示你连正常一个联署你都办不好。其实各位可以做个比较了，公民团体怎么联署？我在我们台南市那个国华街人来人往，小吃那个小吃对，我们在那边喊刚好多少管企业你要搞罢免，你有去喊？我有去喊大概来搞到联署，最近几个周每一个周末都收1000多份，就是因为后来发现真的很多是外来的，不是你们一定是收。因为台南全部都是民进党的立委，但是也有，但是我们也会比较嘛啦，比较像新竹就很多人，其他县市的，刚才就给弄来自新店，我来自哪里的？反正简单讲你要收那些联署书，你要流血流汗，你要很付出啦，不怕干单啦，流汗就好，要流血，不是，反正就是你要付出，还要留资源你要付出很辛苦。去收联署书可能跌倒，你会流血，对，不是你躲在，要注意安全，不是你躲在党部在那边抄写这个如果你没有看到在街头巷尾辛苦的付出那你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份的联署？但是我再问你看。朱立伦最近国民党的一个口号一直是把绿共红共摆在一起，
其实韩国瑜他没有明讲，但你听他那3把刀，关税刀，军演刀，罢免刀，他只是嘴巴没有讲红共绿共，他某种程度也在呼应这一块，但是这一次对国民党，等一下博弈可以回应一下这一块，一直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是罢团？从当初最早曹金城他们对垒的时候就喊出反共，然后结果后来在罢团419所有的活动里面，我刚刚讲中华民国旗跟台独旗在，就这些事，你很难想象为什么会变成对国民党会变成是个罩门或软肋？为什么？第一个，其实中共每次的侵犯台湾，都会造成国民情感的很反弹。当然。那你这种状况下，如果台湾出现亲共的政党啊，或者一些亲共的言论，而且是越来越过分。你看这几天还有在质询的时候说赖清德违反中国的什么反分裂国家法，莫名其妙。类似这样子做法，其实是我觉得是累积的。没有人可以给你丢红帽啊。你就是自己不断的去一直以来都让民众感受到。当台湾跟中国的利益冲突的时候啊，你不敢站在台湾这边，你不敢很直接的批判中共，所以朱立伦也是啊，什么叫红共，什么叫绿共？你为什么不讲就是中共啊？对不对？就中共啊，共产党要倒啊，共产党不倒，台湾怎么会安全呢？中华民国就最危险啊，要消灭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共产党啊。他以前这是国民党教我们的，现在国民党不敢讲。但朱立伦也知道了啊，这是国民党一个罩门，那这一点，那朱立伦怎么反制？他现在就是丢泥巴嘛，有绿共，但你绿共反攻你说服得了，你说服得了民众嘛？基本上台湾跟中国像中国这样子的冲突，它不是就跟台湾冲突了。你看最近的新闻啊，那个什么，那个哪一国越南空军也买F-16，菲律宾也买啊。为什么？他们的威胁是哪里？很清楚，都是中国嘛。中国不是台湾跟中国在冲突，中国跟周边所有国家的冲突，每个国家都赶快要去买一些武器来防卫自己。对，菲律宾还有越南，而且越南更狠啊！习近平刚拜访完，一离开回去，他就宣布我要跟美国买F-16所以当台湾跟中国冲突的时候，拜托，请国民党大家一起回到反共的路线来。其实反共应该是国内不分政党最大的公约数。OK， 来博弈。其实就某方面而言，我是赞同俊宪委员讲法。就台湾民众最想要什么？尊严当然是，可是我个人认为，更想要的是和平。就希望能够安居乐业，而让台湾能够安居乐业的方式，但不外乎2种。一种就是跟对岸保持个相对友好的关系，希望能够降低两岸的敌意。另外一种就是跟美国保持很好的关系，有事情的话美国来罩我们。大概就这2种，不出这2种。那很明显的蓝绿两党，我相信做法就是截然不同。那蓝的是比较倾向跟两岸能够和平的，因为毕竟靠我这么近。那民进党很明显就完全就偏向美国那方。那对于对岸，他的态度永远都讲得很好听，但实质有没有真的做出希望两岸能够交流的活动？目前看起来是没有。赖清德总统已经把它定为敌国了。好，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必须要承认，国民党选择的做法是比较吃力不讨好的，这一定是因为毕竟你说对岸的飞机飞来飞去，船舰开来开去，民众怎么会有好的感受？所以以目前的状况，国民党能够承受的东西，我觉得会变得比较辛苦。你们的中央或什么要喊出所谓的反中共吗？因为你听刚俊宪委员讲，或者很多霸团讲到这个，一直都是说讲红共绿共，要不要讲反中共或什么类似，需要讲到这样。我个人觉得啦，针对事情来讨论，如果中共的状况是来侵犯我们台湾的任何东西，我不管是在国际上的言论，或者是用武力直接开飞机或开船舰，直接谴责，这毫无疑问的，就不用讲了。我们绝对不能够容许危害到我们国内本土民众安全的任何一个事情。但是如果是在合作文化交流上面，那我觉得那就不必要，因为两岸交流很多东西大家都知道，本来就是很多是密不可分的嘛。但是对于民党而言，它是通通切掉了，就包括你的学术很多交流，连包括去对岸都要做什么登记，完全是整个切开的。这个部分国民党是不赞成的。但是我个人觉得，以后任何只要对岸有侵犯到我们中华民国不管是尊严或安全的东西，国民党都必须要站出来直接谴责，因为这合理的，保卫
守护我们台湾民众的安全，才是我们身为国民党该要有的态度。我想民进党态度应该也是如此。这个部分是我回应俊宪委员的。可是刚才讲到，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在现在眼下大罢，这个叫政治现实啦。眼下大罢免已经是这么风风火火的，然后你说有很多国民党的委员要过2阶了或什么，然后尤其你说反共这2个字，在这次罢免里面显然变成一个罢团的主轴。是。那在这个节骨眼之下，你们的主席、副主席或什么在那个地方，会不会觉得会对你们造成一些不利？副主席是连胜文我不会这个不会啦。夏立言呢？这个大家本来就是通通都是在一起的啦。副主席是连胜文我不会这个不会啦。夏立言呢？这个大家本来就是通通都是在一起的啦。我觉得在这段过程当中，如果国民党的一些做法对于民众而言是非常不满意或者是不能接受的，那我觉得是国民党内部就必须要调整。OK， 我们不可能说我们永远是对的，你要相信我。政党不是这样经营的啦，一定是根据真实的状况、现在的状况而做出微调。我想民进党微调的非常好，国民党也必须要来学习这一部分。黄礼珺如被羁押禁见，明天。那我觉得明天这个事情一定会闹得非常大。对啊，这一定会闹得非常大。本来是5保直接5保请回的，大隔了1-2天之后直接羁押禁见。我觉得那个北院一定要拿出基本的说明出来。当然，一定有，他就看他拿出来的理由是什么了，这必须要看的。如果他有很有把握拿出来非常一刀毙命的东西，证明主委就是有问题，那我也没什么好讲。但如果也没有，也是讲的暧昧昧，那我觉得试问明天的12.6活动又添上了一个很大的彩虹。当然，对，因为我刚才前面一直要回应那个，就是东豪刚刚讲的，给名册跟抄名册，这2个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对于一个党部而言，他有没有可能把我们党员的名册给了我们的可能不管青年军或者是罢免的这个所谓的团体，这是有可能的，因为那个本来就是我们最基础的忠实支持者。所以党员名册跟联署名册如果有相同的部分，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联署名册上面字笔迹都一样，这个才有问题嘛，对吧？是笔迹一样才有问题，不是党员名册跟联署名册相同有问题啊。所以这还是我不能够理解，你去收党部的意义是什么啊？你是觉得可以在我们台北市党部收到一些笔迹一样的联署名册吗？不，这个很好解释，对不对？联署书是一份是证据嘛？联署书我怎么证明跟党员名册是有一致性的？我就需要党员名册嘛。这个不是他不需要证明，因为很简单，就算一样又怎么样？这是一样是正常的，因为那是我们最基本要去拜访的第一线的党员名册啊。因为这2个一样，你要先证明这2个是一样的，后面才去看说那个抄写的还有包括笔迹，对，不对，谁错了？要看的第一个就是直接看笔迹有没有一样，而不是看党员名册跟联署名册一不一样，这2回事情。因为如果我现场看了，我不要管它是不是跟党员名册一样，只要笔迹都一样，就再见了啦。这就是抄袭的问题嘛，现在不是党员名册有问题啊。万一如果在区党部一起抄写怎么办？我觉得不会发生这个事情嘛。3月20号，台南市党部已经被抄了。台北市党部有可能等到4月20号之后还把抄写的，假设真的有问题的话，他会放在党部等你来搜查吗？现在是查的是1阶，1阶是你们2月初就交件哦，不是3月20号的事哦。那些东西都不会留在党部嘛，也不会留在更不会留在主委的家里。如果这个有违法，如果我讲难听的，如果真的是没有错，真的是，但是现在很妙的就是，你明明的3月20号的时候已经超过台南党部了。那有问题的话，我相信那时候资源很多，包括讯息也很多。那时候一起把它抄掉，我觉得大家还比较没有话说，因为一起处理。就现在是3月20号弄完之后，你到4月20号才弄新北跟台北。那我就问了，退一万步来讲，假设党部真的有问题，你觉得你能在现场抄到什么东西？然后抄党部还不重要，还是抄主委的家？你觉得主委是会把联署书带回家等着你来抄？所以很明显的嘛，政治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啦，就摆明讲啦。简单讲，要塑造的东西就是国民党一定有问题，各县市党部都有问题，所以他通通倒抄。我就问了，现在宜兰党部抄了什么东西？最新消息出来了，把中选会给党部的一个重要的公文，警察也收走了，不小心把它收走了，导致宜兰县党部没有办法去跟中选会申请第2季联署名单，就搞到后来，检察出来说不小心，对，的确收走了，刚开始还不承认，这是现在宜兰市刚发生的事情啦。最后我得呼吁一件事情，有罪就查，证据到哪办到哪，我不管他是谁。哪个党都一样，
但是我拜托一件事情，就是尽快的有答案，让真相水落石出。迟来的正义绝对不是正义。黄俊英老师当时走入高的事件还记得吗？选前怎么讲的？结果呢，老师落选了，甚至后来生了些病。就到选举完之后才证明老师是无辜的。不是，报告，他证据不是只有名册，还有你们党工证人的供述。那你就直接请他来讲就好了。互相通联联络的，你就请他来就好了。你收党部干嘛？我想单位司法单位确实应该如博弈说了，你放心，他应该要。一定会有，一定会有新闻稿，一定会有。然后最后我讲的就是希望能够尽快有答案，不要拖3个月、拖半年、拖1年，拖到罢免都结束完、补选都结束完之后，假设那时候才公布出来。如果那个时候公布黄绿珠也是无罪的，或者目前很多收押进监的都是无罪的，那我跟各位报告，这真的叫荒谬。这真的叫荒谬。所以拜托，不管哪一党，尽快的有答案，让第3阶的这个投票能够在一个公平、公正的情况下来进行。我觉得这对于民主国家才是一个基本的态度啊。创下，接下来大家在讲的是，因为朱立伦最近动作也非常非常的大。那你说今天黄仁勋被收押，然后接下来呢？然后包括中央党部有主发会，然后包括朱立伦这个火。但这个火再怎么你说往上烧，要先过明天吧。民官社有人形容说，明天的场面如果够大、够悲壮、够什么，会不会也会形成往后办案的一些压力？会不会？基本上往后办案怎么办？那其实慢慢走，因为我们的法律上坦白讲，以现在不管你是3阶投票或补选，以我们办案的程序过去的经验里面，大概都没办法在半年内。有个答案了，对，所以那个其实办案是，可是当然，所以明天黄旅被押，一定以国民党的核心群来讲，群情激愤，当然，这群情激愤是一定有，所以他们一定呢充满了明天是一个国民党的悲愤牌，这必然是如此。可是呢，其实回来的时候，那对于整个这种悲愤牌，对于后面的国民党因应这个大罢免，到底有什么效应？其实今天的这传媒民调里面有个是很有趣的，那是国民党一直没有去看透的一件事。今天民调里面到现在为止，2阶段已经打成这个样子了。然后呢，赞成罢免的37.8%，反对这搞这样一个大罢免的47.9%，一样的还是居高不下，反对是比较多，还是比较多。几乎民调做出来每一份民调差不多都是反对比较多。可是这里面有趣的是什么？非常赞成罢免的好，还算赞成罢免的，大概18-19，非常不太赞成，应该要反对罢免的也是18-19，非常不赞成发动大罢免的28.6，所以代表着其实这社会上，如果你从这4个来比，其实大家还是觉得这罢免好像没必要嘛，可是这个没必要里面，对，吹不出来啊，对，没有对国民党没有任何帮助嘛。没有因此形成了国民党，这才是国民党真正核心问题。这核心问题是什么？国民党没有任何一个诉求让大家觉得同情。国民党没有任何一个这样一个诉求，就算是司法，也没有让大家觉得感同身受。那事实上，你说我们跟很多人讨论，就算没有错了，你修改了选罢法，你说伪造了那个联署书，但是是否真的在法理上比例原则这个原则，还是很多人有所质疑的哦。然后一个政治上，如果真的动到2个党主席，通通卷入司法，或者是那个对你说的一个是前党主席，如果再来一个党主席在野党，我跟你讲，在国际上都会一个明显关注，大家也很在乎的事情。可是这些事情里面对国民党都没有任何帮助，所以国民党今天的问题不是明天的事是怎么样，而是国民党到底有没有搞清楚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反感？然后国民党一直相信的是板块，但是至少，当然最后投票的时候不知道，也许罢掉徐小新，还有很多人可以上来，对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罢团进到深南地区，竟然没有被赶出去，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个氛围基本上是不太一样。那个氛围一样，其实国民党真正要去想的问题，不是明天的人数，而是国民党到底为什么明明土壤在那边，国民党一点都没沾到任何这个土壤的同情。我回答创夏哥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这不代表党的想法。为什么会大部分的民众不支持大罢免，但是投票率感觉起来吹不出来的状况？是啊，我所碰到了一些比较靠近蓝营的人士，他们的共同的回馈给我一个答案，就不晓得高层在干嘛，不晓得我们蓝营在干嘛，所以他们根本真的是心灰意冷。这个会打到朱立伦，又打到。我想这个不可能，大家有人脱得掉的了。对啊，35-0一出来，大家会觉得是是啊，大家在干嘛？我们这样讲，35-0一出来是这样，
甚或连就算你要去罢人家，那是一阶。刚刚义父讲，那是一阶，一阶本来在节目里面，大家每个人讲一阶闭眼睛都过了，因为国民党各个地方，你不管讲组织啦或什么的，就没想到罢了人家15个，结果一阶出了这么多事。没错，你知道这就变成如果没有弄就算了，大不了35比0也就算。结果弄了人家以后，结果后来还搞出这么容易的一阶，还搞这样，所以你说大家会确实觉得你们到底在干什么？2个字：失望。结果弄了人家以后，结果后来还搞出这么容易的一阶，还搞这样，所以你说大家会确实觉得你们到底在干什么？2个字：失望。所以不想表态，也不想出来投，这是之前老实说我们很担心的问题。所以在这一次，可是失望不会表达28.6，非常不赞成。但是不赞成，但是他不会出来投票，所以有2个问题嘛。第一个问题就是赞不赞成，第二个是你会不会出来投？出来发现是不出来投啊，这问题才是真的最严重的。所以4月26，我的估计，我相信这场面不会差，态度也一定有出来。但接下来，如同那个义父哥讲的，怎么做？再来呢？然后呢？没错，然后呢？怎么做？我觉得然后很单纯，就是花时间、花心力，好好的在地方上做你该做的事情。立法委员除了做你自己立法院该做的之外，花非常多的时间，怎么样跟地方上做接触？党中央在各地赶快去开所谓的，不管是说明会也好，宣传会也罢，跟在地的议员、民意代表联合在一起。让我们的支持者知道，我们是重视这个事情的，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之前很多的我们支持者是觉得，你党中央都不晓得干什么，你们到底有没有要面对这个事情？而现在，我提问，是，以霸制霸还要不要走下去？以霸制霸，你看一下你们新台北的人，领衔人一个5保请回就不见了，一个被交保上完一个电视节目以后也不见了。我回答，还要不要走下去？走下去，我党部已经在处理这事情了。对，我就直接讲了，走下去。这个不可能放掉的啦。因为被检调约谈了，然后很害怕，通通都结束了。党部已经在处理这个事情了，接下来一定会走下去。我不敢说会不会一定有办法过，但是该怎么做的时候，后面会有人来接手。党部主委也被收押了，这个没有关系，这2回事。党部主委收押了，那你们怎么走下去？这一定会有人的，这一定有人的啦。这样义父，如果你要问到这个的话，好，刚才讲。黄旅被收押以后，明天会出现一个状况，你可以想象，台上一定会塑造非常多的群情激愤，然后被司法迫害成这个样。但是它相对会有另外一个，会不会有人心惶惶的另外一种感觉？也会有。就如果在中间有参与过的人，会不会觉得什么时候会轮到我或什么？因为该办的大家都知道嘛，有违法该办的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可是又是在台北，我为什么用一个又字？因为这次罢免，没有人想过重灾区竟然会出现在台北。是。到昨天5席2阶全过，而且每一区都在争着讲我是130%的，那边是150%的，看谁能够过得最多这样子。然后，所以你看到最近蒋万安的动作大，态度完全不一样；朱元的动作大，态度完全不一样。而这个重灾区再加上黄旅今天被收押，你觉得未来呢？台北的状况？我觉得台北罗志祥动作也很大，最近啊，对啊，你抓我去坐牢。现在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在罢免，大概很多人都知道逃不过3阶投票。逃不过3阶投票的时候，这又跟选举不一样。我没有一个过于明确的对手，我没办法，有围有守，有攻有防，因为我的对手太不明确了。我的对手太不明确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主张或是打热战的人，他在寻求一个我的对立面是谁？我的对立面是谁？那你说罗志强的对立面是谁？罗志强现在在挑的就是苗博雅跟简舒培啊，简舒培。好，他在寻找一个对立面，寻找对立面的过程中，顺便卖书。好，还说要告这个简舒培的时候，底下卖书。好，说他准备要做黑牢，卖书，好，所有的政治上面的语言，好像感觉就是为了卖书，啊，那这是，就你看啊，他说他做黑牢，然后第一个留言就是卖书，当初说简舒培我要告你，你准备做5年，第一个留言
麦叔，你最近看他的网页里面的每一篇留言完了啊，不，每一篇的发文第一个大概就是这个，麦叔啊，麦叔比较重要。那罗智强，然后罗智强。注意看，他无论是在立法院的质询，包括质询那个调查局局长，有没有收民进党党部？有没有收民进党？好像连问了5次还是几次吧？好，5次。他在形塑一个半蓝不半绿啊，半蓝不半绿的一个形塑这样的氛围以后，然后转过来对他的主任以及。大家在质疑他政治献金等等的问题的时候，他转嫁成一个说，我准备在跟绿营对抗，绿营也准备要用司法，但是他有立案吗？我不知道了。好，然后说准备就是说要塑造烈士的形象。对，你看在这个，然后最主要他还是抓着。简书培，但是他好像要把简书培放了，现在是简书培不放过他，你不感觉吗？他讲完以后他也不太讲啊，那现在好像简书培现在每天在弄那个什么时间倒数，对，好像现在是简书培不放过他，不是他不放过简书培的感觉哈。那你回过头来再看，王宏威的动作也越来越大，在告罢团，甚至于跟着陈玉珍他们去告了什么王一川啊、李正浩啦等等。那王一川毫无疑问，民进党现在也在形塑一个我没有办法找对手的时候，我把所有的面向拉到最大，就我可以找到谁，即使是他不是我们选区的，可以形成一个对立面，他们都在找。你看。曹新成公布徐巧芯36000份，徐巧芯在脸书上的发言啊，其他说什么政绩都不重要啊，只有一句话最重要，他成为民进党的头号公敌。他在形塑什么？他在形塑，因为他对抗民进党，而民进党要杀他。他把他自己。拉到最高是对抗民进党里面，民进党视他为最讨厌的人的那一个形塑氛围，因为没办法，我没有竞选的对手。你记得他在选举还是什么样的时候说，我有一个许淑华的册子，上面都记录许淑华，好不好？啊，现在啊，我有许淑华的册子，人家说他没有要选举啊，他现在不是要选举，现在是在罢你啊，所以他到最后。他必须去形塑一个我在跟谁对立，而那一个形塑那一个假想敌，现在变成无限扩大。你看他之前是杠上了曹兴诚，你看他现在杠不杠曹兴诚，也不太想杠曹兴诚了。他直接把自己形塑成民进党的最重要的公敌，最首要的公敌。那罗智强司法，民进党要用司法。王宏威加重诽谤等等一大堆，他们已经在寻求一个我要跟谁对立。OK， 但是目前为止，这一些东西它都会成为一个过渡。因为你告完了，那就等检察官办嘛。它会有一个时间性的压下来的沉淀嘛。所以你可以预判未来他们还会找新的对手。否则。他们的选举就只有一个守而无攻面。如果要达到有攻有守，他必须去找一个，不管说是稻草人啊、假想敌也好，不然就只有一件事：顺应蒋万安倒戈。那就看赖清德要不要全面改选。全面改选，你就一定有对手了嘛。那就看赖清德要不要全面改选。全面改选，你就一定有对手了嘛。可是现在看起来，因为倒阁这个议题到目前在国内大概，你光看连2个在野党也不太支持，然后执政党大概也不要想。那现在看起来大概是这样。但前往第一个，刚讲到，包括是不是有一些蓝委要被罢的，也会过程当中，包括要不要告罢团的一些人，媒体上也有。你认识一些罢团那些人，就针对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讲的话。会不会有很大一些的心理压力啦，或者什么？好，另外一个就是
我刚刚讲对蒋万安来讲，尤其蒋万安，因为2026很快要连任，台北5个都是重灾区，只要一个有闪失，对他来讲都是不可承受之重。这就是为什么他最近转变这么大的原因嘛。这2个题目哈，第一个是对霸团来讲，对他们来讲会不会心里有压力？当然心里会有压力啦，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因为他们大概有心理准备，就是说进入到3阶的阶段呢，这一些国民党的立委啊，因为他进到3阶了嘛，所以大家的遣词用字都会越来越重。是，而且呢，对于因为没有这不是在选举，所以你没有一个真正的对手，所以呢，他对于霸团的攻击相对也会变多。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个别立委的支持者对于霸团的攻击行为，其实看起来是越来越重的。那所以他们其实我大概听他们说，在各区也有遇到这样的状况，那他们有心理准备。那当然另外一个是这个曹董也有答应说给他们这个司法上面啊，就是说法律上的一些资源呐，对。曹董有承诺，就是说这些他们只要遇到找他都会帮忙了。好，所以对于他霸团来讲，他们是自己对这一关是有心理准备的。那第二个哈，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就是说对蒋万安来讲，这个有趣的部分是在于说，他到现场去丢了倒戈这2个字出来之后，其实坦白说，你看有好几个啊。这个霸团遇到的状况，你知道最近有好几个霸团在地方遇到呛虾是什么？你知道吗？倒戈啦，敢不敢？是对霸团这样讲哦，就是到现场去对，这就好像一句咒语一样哦。就本来国民党的基层呢，好像面对这个罢免的风潮，他是不知道要讲什么的，所以有很多人之前是乱骂人的哦。但最近现在包括我看到像桃园的宣讲的区域跟几个宣讲区遇到的来挑衅的，都直接来呛他说倒戈啦，叫民进党倒戈啦，敢不敢？都是变成这样子哦。所以表示蒋万安讲的话不是没有用，那我所谓不是没有用，是说对。他现在等于是说，面对这个台北市这几席确实被罢免机会相对是高，那这责任他可能是要担。可是现在这个责任会是谁担？在他喊出倒戈这2个字了之后呢，看起来国民党基层的这个账显然是会往朱立伦身上看。蒋万安就叫你倒戈了啊，你就是不肯啊。所以对于这个倒戈，应该说对国民党基层来讲，倒戈到底有作用没作用，会有什么作用？会不会造成国会解散？他们没有理解到那个阶段，没有理解到那个阶段。但是可以拿来当一个修美本。但是已经找到了一个可以拿来对修美相骂本啊，修美本啊，就可以拿来回呛你们的话。听起来好像又很有道理，你知道吗？他也不见得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好像蒋万安提了一个解方，那他们出去对外面讲的时候呢，讲出来说倒戈啦，你敢不敢？你就看几个区域就陆续出现这个现象，所以显然对国民党基层来讲，是在蒋万安的这个动作上面找到一个出口。那找到出口这件事情来讲，如果台北一旦发生这几席立委被罢免成功的话，那对于这些人来讲，那为什么会是蒋万安的责任？是朱立伦的责任啊！蒋万安有叫你要倒戈啊！结果你跑去跟黄国昌2个在那边开那个什么在野峰会，2个都不肯倒戈。而且都讲得很直接，说不可以倒戈，然后说国民党多数的立委都不同意倒戈，所以怎么会是蒋万安的责任？你知道这个对有一些我现在看到一些基层来讲，他们现在对倒戈这2个字，现在大家都讲得很顺手，你反而是跟他去解释说这个罢免什么状况，你跟他们解释，他们反而没有这么容易理解你到底要做什么。所以这个才是为什么我说这个责任，我觉得蒋万安他大概不会担得上，而且反而是朱立伦在这件事情上面，这个有一个顺势的华丽转身，然后这个球又回到朱立伦身上。金华1分钟会不会够？你觉得明天那个场子，黄国昌会不会比其他的一些国民党的大咖还受欢迎？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状况？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说，因为他一定会讲得非常激动，应该是吧？黄委员，因为他黄总召常会很激动嘛，对不对？他一般都会很激动，他会，你知道那种氛围一定会想要看到很激动、激励人心的讲话的一些的那种状况。他是很擅长这个的。他会现场讲话很用力，然后很用力呢，其实你可以看黄国昌对他来讲最大明天对他最大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是他可以对着蓝营的支持者讲的慷慨激昂，希望你们可以认同我。这是他要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要的，就是他如果能够讲到你们蓝营的人也觉得我讲的不错，我告诉你，他明天现场讲话的影片，他们一定会把它录下来，当然做成很多支的影片，然后拿去做。他明天一定会被韩国瑜给压制。没错，你看蓝白426现场人数比。一定蓝营多，蓝营多的对啊，绝对多得多。那韩国瑜、卢秀燕站上去，绝对是欢声雷动。现场讲话的影片，他们一定会把它录下来，当然做成很多支的影片，然后拿去做。他明天一定会被韩国瑜给压制。没错，你看蓝白426现场人数比，
一定蓝营多，蓝营多对不对？对啊，绝对多得多。那韩国瑜、卢秀燕站上去，绝对是欢声雷动，一定的啦，一定欢声雷动。而且大家都担心一件事嘛，不是担心说什么黄国昌上去讲话哇，有人虚然后其他人上去虚哦。但黄国昌你也不要忘记一件事哦。正传媒的民调里面，国民党有50多%，超过50多%是支持倒戈的。蒋万安如果那一天在现场，再说一次，如果底下蓝营的人针对黄国昌在那边讲倒戈啊，我跟你讲，黄国昌也很难看啊。明天有机会，也很难看啊。因为白银8席如果同意的话，对不对？他们是有机会的。就会回到赵刚刚讲的，白银不重要。就来明天如果有人喊倒戈。对啊，加上今天黄旅的效应，对啊，然后谢龙介早上也支持倒戈，对啊，是啊，因为你看嘛，这上面做的里面倒戈里面，它的细项里面，国民党有52.7赞成倒戈，对，国民党35.3反对倒戈。明天如果他歪楼的话，就会往倒戈方向去。还有一件事，你必须去顾虑哦。国民党内喜欢黄国昌跟讨厌黄国昌的比例哦，如果讨厌黄国昌的在底下喊倒戈的时候，黄国昌会怎么样？来，不会来最后1分钟，来，明天我不敢预测明天会发生。喊倒戈等于直接要倒朱立伦说，明天会不会出现倒戈的字样？好吧，你想一下，如果蒋万昌上去发言的那一刻，底下会不会喊倒戈？我认为市长不会讲出这个字，但下面会，对，下面有可能会，但可能就讲完就讲完了。毕竟目前国民党的主席的态度好像是比较倾向不倒戈嘛，是对，但是民众会不会有这种想法？会不会在黄国昌这个主席上来讲话的时候释放出相同的意见？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问题是。我觉得很正常，因为这是国民党的主场啊。好，来，我们表达意见，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来，最后30秒，针对黄旅这件事，因为收押了，然后包括整个大罢免，来30秒有什么呼吁？我觉得很简单，请给我们看一下你收押进监的理由，是否能够说服民众。因为之前高院退回去的理由，刚刚都讲得很清楚，是因为好像觉得那个北院的那个当时的这个法官没有看清楚卷宗的东西，可以请他多看一下。他还是觉得黄旅是有涉案的问题，是用一个很 rough 的理由丢回去给北院的。现在收押禁见是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当然这不是开玩笑，它不是交保，不是多少钱的问题，直接收押禁见。既然判出了最重的这个判决出来了，那是否能够拿出相对应的证据？我觉得都在看。如果拿出来，我觉得没有话说；如果拿不出来，那就是为了明天426加上一把非常大的柴火。这个东西我觉得必须要审慎来面对。来，俊伟，黄旅被收押，你觉得对整个包括对明天的一些的影响跟整个大罢免，你有什么看法？第一个当然对朱立伦选党主席就更没有机会了。这个朱立伦是没有未来了，只有他自己不相信了。因为他这段期间以来确实打这种反罢免的仗打得乱七八糟。但黄旅被收押，放心啦，我是觉得，因为我觉得啦，法官也知道这个人身份不一样。你要准羁押他，一定必须要有相当。一定有啊！你看柯文哲几次，不管无保或者是羁押，一定会有裁定书出来让你看一些理由。对，所以博弈其实博弈讲的也比较中肯理性的分析嘛。你那一区国民党被罢免的，问你一下，我们努力。他那一区有2个，有2个，因为他的选区跨2个。对，这种人才应该到立法院来，像博弈这种。黄允如那在更改以后羁押禁见，而这个羁押禁见对于未来包括明天。包括4月28朱立伦主席他们在被约谈过程，胜过国内整个大罢免，蓝绿白之间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大概全国所有的观众都会非常的瞩目这一段，往下再来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我是妹妹，我们下周见，拜拜。